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国际的焦点，包括美中的贸易谈判第4轮在西班牙登场了哦。我们看到这2个人，何立峰还有贝森特哦，在马德里展开新一轮的会谈，讨论关税措施、出口管制，还有 TikTok 等经贸的问题。那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外界都在看川普有放话说，我看看你中国要怎么做。他其实一直不断的说，你 TikTok 你不卖就禁止你所以他有一个试验的性质，看看你中国会怎么接招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呢，他们还没有见面何立峰跟贝森特还没见面，其实两边都有在出招，包括美国有对中国的32家露营的这个陆企做一些制裁，实体的制裁。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其实某种程度也在做反倾销的调查，所以2大国高来高去。而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因为他们的半导体他们的科技的产业被美方卡脖子，他现在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了，包括我们看到中国国家机体电路产业我们看到他第一次披露动态他的这个投资的动态我们可以看到呢，已经从规划进入实战，也就是说这个钱要进来了。大陆新一轮半导体投资的浪潮已经开始了旗下有一些中国大陆的一些资金还有一些基金会进去。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的武力展示在93那一天，全世界都看到了。而现在全球最大规模的重型隐形战机群是不是已经成军了呢？我们看到有人拍到这一张圈起来的地方，第300架歼20曝光了美国现在呢，其实也陷入某种焦虑。因为他们的稀土被中国卡脖子这个是中国大陆完全控制的这个稀土呢，这对美国的 F-35 Block 4升级很重要。这个稀土元素如果不突破的话未来 F-35 的交付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延迟，还有成本超支，你可能取得原料的这成本要不断的往上叠加。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学人》的前总编辑，他叫艾默特，他说川普的地缘政治自残自己把自己玩残了，恐怕会让习近平见猎欣喜，台海的危机会快速的升高。他说一旦这个川普读出了这个川普的弱点，习近平读出了川普的弱点，他就会透过实际的行动来验证，如果台湾和这个中国大陆真的引爆了战火，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能是毁灭性的。而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的武器真的很多，包括千枚远火加750飞弹，射程可以到我们花东，威胁到全台湾说是750飞弹可以高抛弹道进行攻击，飞行路径也更高，落下角度更陡峭可以避开像我们台湾护国神山的山脉屏障让原本认为我们在花莲、嘉山、台东机场这些非常坚固的基地会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突围嘞？而另外，海马式、艾布兰难敌解放军吗？我们看到有人就说，这是战略专家说，台湾现在的战略思维转向了延长抵抗，等待外援。可是我们这个小小多山的国家，多山多河，而且道路受限如果解放军很快的夺得我们的空权，而且打击我们台湾的交通枢纽，那这些新武器都没有办法改变跟中国的战场格局。来，先请教亮哥。这我看中美贸易谈判是谈崩了，谈崩啊？对，因为双方本来大家预期第一天大概就散了吧，结果没想到还撑了6个小时然后中国的立场很硬他说你 TikTok 不要跟我谈，你 TikTok 先搞定了我们再谈，立场很硬那美国也跟他杠上那个芬太尼嘛，因为美国中国大陆要限制出口那个芬太尼的前化学的那个衍生物那中国大陆说他愿意那你先把关税20%取消美国不愿意，美国说你先做，那中国说我们同时做，哪有人这样的？所以这表示完全没有互信，才会谈成这样所以今天《金融时报》在那边说什么？说中国大陆对川普提出正式的邀访，这个我严重怀疑啦。
可能又在那边吹风啦。昨天不是就出来这个讯息？对对对，《金融时报》那中国大陆媒体都没有登，没有登，对，没有。白宫也没有证实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其实坦白说，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其实蛮紧绷的啦。中国大陆其实本来出口到美国占它总贸易量13.4%，现在已经低于10了。然后它全球的贸易额还在往上升，那表示东南亚、欧洲、中东、中南美洲都在增加嘛。所以我觉得美国农民不管是种大豆的或种高粱的都很苦啦，他没地方卖嘛。那军事的话，坦白讲，这个93阅兵哦，已经看到美国有很多媒体都认为中国已经有很多领域超过美国了啦。比如说你刚刚讲到那个歼20，因为歼20是重型的隐形战斗机，它的重是20吨，那美国那个 F-35只有13吨，那美国的重型的是 F-22，可是非常不稳定嘛，常常出事啊，所以那中国大陆歼20做到300架了，而且我估计它可能会做到，我认为它会一直做下去，可能会做到500架以上吧，那显然你就落后人家了嘛，就是你不是重型的隐形战斗机啊，那更何况它还有第6代等等啊，那所以我觉得美国事实上最近也有做了调整嘛，它的国防战略不是说它要缩回来搞这个西半球吗？西半球就是美洲跟中南美洲啊，那川普目前在做的真的是这样啊。他大概就锁定格陵兰啊、巴拿马啊，然后对内就国民兵来整顿国内的秩序，然后对那个非法移民啊强力驱逐，然后对毒枭啦，比如说委内瑞拉，他又出动军舰。你看他最近在美洲范围他很忙啊，对。可是东半球、西太平洋、俄乌战争、欧洲，还有中东，你不觉得他一心南山吗？对，相对低调。对，所以这个恐怕是台湾的危机哦。其实这就意味着，恐怕他对台海出兵那个几率几乎非常渺茫了啦。他甚至对区域联防啊，比如说这个四方安全会谈，川普不去啊，在印度嘛，然后对日本的美日安保2.0啊，或美韩安保2.0，川普也没什么兴趣。他只要你给我钱，那现在都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在做全球的战略收缩啦，那中国大陆93阅兵之后，增加了太多新的武器。你刚刚讲到那个750飞弹啊，对，那个事实上就是 PH-1 191啦，那个就是火箭炮，可是可以射300公里啊，等于是 cover 台湾全境。对啊，那这个火箭炮。它不是抛物线嘛？对，没有办法拦截啊。是啊，那就影响我们空军起降的这个制空权啦。来，邱毅委员，这一次中美在西班牙马德里的谈判贸易关税谈判是第4轮的谈判，相对前面的3轮的谈判，气氛是越来越差。它的进展，我认为我判断这一次不会有什么进展。基本上时间对中国有利，对美国非常的不利，因为美国自己国内的经济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它的债务已经是37兆了美元哦，再加上它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警戒水平，已经来到了接近3%了，而它的失业率也过了危险的水准。也就是说，它人民的痛苦指数正在增加，而真正美国经济的挑战应该是在10月以后。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整个美国的停滞膨胀可以说是蠢蠢欲动，而这个停滞膨胀一定会促成了川普跟美联储之间的矛盾冲突会越来越烈，而你知道。美联储的背后就是华尔街，你要撼动美联储，你甚至要逼鲍尔下台，
都有它一定的困难性，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冲突。再加上现在川普绕过国会所采取的关税贸易战，基本上上诉法院已经认定你是违法的，是滥权的。虽然提到最高法院对川普很有利，但是问题是你川普贸易关税战的合法性跟你的威信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所以时间拖得越久，对川普越不利。好，那就这一次的谈判的内容来看，中国大陆就秉承当时最早的时候在抗美援朝周恩来谈判的几个重要的几字诀嘛，告诉你说谈判就慢慢的谈，你急我不急，要让步我一点一点让，给好处我一点一点给。现在中国大陆就谨守底线，然后跟你谈，然后慢慢的谈。他知道你美国的死穴在哪里，你美国的死穴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把所谓的军用的稀土给放宽。那现在中国大陆守的这一块，他不放，你美国的军工产业就摊在那个地方嘛。等一下将军会说更多的发挥，在五代机的部分，刚才阿亮特别提到了美国的 F-22，美国的 F-22已经停产了，对，它有技术本质的问题啊。那 F-35现在大家认为它其实在整个作战的性能上面，它根本不如大陆的歼20嘛。那歼35各型的歼35现在也在量产之中，所以整个五代机中国大陆已经是后来居上，那六代机更是全面的领先，所以才会有美国智库的学者分析出来说，中国大陆的海空军原来说落后美国30-40年，现在大概落后只有5到10年。我认为就西太平洋来说，其实美国不得不采战略收缩了。在这一次的谈判里面有个重点，就 TikTok 的问题。TikTok 如果要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逼着字节跳动公司把股权让渡给美国，说实话，必须要经过中国大陆政府的同意，所以这一点也不可能放。9月17号，它的宽限期就到了，势必往后再延。是来请教将军。因为中国大陆它的空军的发展呢，是采取创新模式。比如说它的歼20出来，现在到达300架的时候，它会把歼10C或者是歼11B慢慢小批量要停止了。它真正的主力啊，要放在这个歼20，还有歼35，甚至将来的歼50，它会一系列，它是创新模式，就是说这样子来取代旧的战机发展。但是美国是一种升级模式，美国的这个 F-35已经升级到第4版了。它就不断的升级，它不要去做新的。那你问升级，你的飞机就那么大，发动机就是这一个，你再怎么样去升级，还是 F-35，那你这个整个的空间受限，载弹量、战术战法都受限了。那所以美国的升级模式可能在现在更新换代脚步非常快速的状况下，升级模式缓不济急，而要走创新模式。那中国大陆就是走创新模式，它要赶快改。那美国这个升级模式啊，已经用了40年，它的很多飞机用了就像 F-16AB 啊，升级到 F-16CD， 然后又 F-16V 还在用这个，因为 F-16已经40多年了。那现在呢，美国的 F-35、美国22已经20多年了，结果还是 F-35，还是 F-22，所以美国的升级模式这一套，可能在现代跟未来的空战当中可能要赶快做调整。另外来一看，我们就看到这个。它的远火750，远火750它的有效射程可以打500公里。那500公里的话，我们知道台湾海峡的平均宽度200公里，东西纵深150公里，换叫是350公里。所以它要打台湾的话，只能布在剩下150公里，只能布在福建。但是我们现在的战略的规划，这个国安高层的战略规划只有守势作战。但是我们知道，攻击是最佳的防御。它除了布在这一带一线的话，你赶快做源头打击嘛。做源头摧毁嘛？如果等他过来，你一直在做战力保存、战略防护的状况之下，可能两岸一开战，台湾就战略瘫痪，因为他一直跟你发射750远火，你要不要拿爱国者飞弹打？可以，结果拿爱国者一下就用光。远火750非常便宜，爱国者飞弹啊，可能1枚弹可能就可以换15枚的远火。
那你结果你要拿15枚这个爱国者去打15枚的原火，你亏大了，马上就用光。所以是这个样，你会非常不划算。那我们有攻击性的武器，对，你要想办法，你不要一直在战略防御，你会防不胜防。按照兵学的讲法，攻击是最佳的防御，永远没有最佳的防御。全世界没有攻不破的堡垒，这是一定的。所以你不能只是在防御，但是我们走错了，我们整个战略方向啊，走到战略保存、战力防护，在这一方面，它的原火出来了，非常廉价。对，它如果做出跟无人机一样，做出5000枚到10000枚，就你还有多少军事机？一支密集要天天那样打，你根本还不采取，就算一开动，你这被动防御之下，你可能就战略瘫痪了，就还没打就瘫痪了，那怎么打？对，所以这个国安赶快做战略调整。对，谢谢将军。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因为现在一些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英国包括法国、加拿大，开始慢慢要承认巴勒斯坦的哦。那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现在呢，在这个河西走廊这边这个西部走廊这边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各种的冲突。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是不是要求日本不要承认巴勒斯坦呢？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到日本有一些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其实某种程度是希望日本可以承认巴勒斯坦哦。所以报道是这样讲的：美国私底下去跟日本游说说，你们不要这样如果你们真的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话，会给日美关系带来严重的影响。那日本是不是要言听计从呢？我们看到美国经济专家就跟韩国还有日本讲说，你们不要一直一昧的花钱讨好川普，讲的是在贸易这个地方，你还不如把那些钱拿来扶植本国的出口企业，你把钱都贡献给他，对你来说是不利的。而现在我们看到欧洲有面临一些问题王毅就讲了大白话，他说没有一个是中国造成的他不断的游说欧洲这些国家说我们中欧应该互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关系应该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匈牙利的官员就说，对，因为屈从美国，所以欧洲大陆正走向崩溃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孤立的权力中心了。我们看到在英国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据说有300万人上街头这些人是在反移民大示威。马斯克他也声援而且他批评 BBC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是在摧毁英国。你看到这个阵仗是蛮大的这些人手持标语他们反对移民，他们说我们的国家其实被移民给夺走了，我们要夺回我们自己的国家。他们高举英国国旗，场面非常的震撼。有部分人士甚至宣布说我们已经接管伦敦了，可是警方没有公布说这些官方的人数实际规模还有待确认。一说是300万人，可是现在实际的数字并不知道。我们看到法国的农民也上街头抗议，并且他们宣布要做一个全国性的抗议因为贸易协议还有粮食主权，他们认为国际贸易的协定可能会破坏粮食主权和当地的生产者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欧洲有自己的问题。那另外丹麦不要忘了他们有格陵兰的问题，因为川普一上台甚至还没有上台就讲说格陵兰我要拿走所以你看到现在他们有做一些战略调整美国大型的军火公司在一个丹麦国家的采购案竞标失败。我们看到丹麦他花了91.1亿美元购买欧洲的防空系统 ASMP-T 这个可能这个让美国人也非常的惊讶因为其实美国的武器不断的卖到欧洲，卖到全世界没有想到丹麦不买单竞标失败。我们先来看看呢，川普是很软弱的吗？因为他自己说，他上任3天之内就会让俄乌战争结束，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甚至中东现在战火也平人。我们看到呢，欧洲的这个英国卫报，他就说，我们欧洲人要团结起来，因为川普太软弱了，他在俄罗斯还有以色列的问题上不是强人。所以呢，我们这些其他的民主国家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这个全世界的大混乱会即将到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不断的在布局，因为美国在加征关税嘛，所以呢，中国大陆这些企业偷偷的就悄悄的加快进军欧洲市场。只有今年2005年现在都还没有过完中国企业在英国已经租下了超过
200万平方公尺的仓储空间哦，这个已经接近疫情高峰的2021年了。而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去美元化加速，中国跟欧洲开始不断的加续签本并互换的协议。来，请教亮哥。这个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其实联合国大会最近有表决嘛，就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是不是2国方案？日本跟韩国都是赞成的，有10个国家反对，当然就美国啦、以色列啦，有12个国家弃权，日本、韩国不是弃权赞成，它是赞成而且日本，我认为也得罪不起阿拉伯国家啦，因为它的能源几乎都是从那边进口的，所以我觉得川普不会得逞就你不要以为什么都可以这样乱来啦我甚至怀疑那个5500亿美元石破茂同意的投资这个日本换首相之后会照做吗？他们好像还没有签正式的合约。对啊，那高市早苗恐怕个性很硬吧而且美国那个方案实在是太不公平了，那现在又进一步要逼韩国比照我就看李在明怎么可能接受韩国的外汇存底只有4000多亿你要叫他拿出3500亿，这怎么弄那欧洲我觉得实在是很麻烦欧盟我觉得早晚会解体啦，早晚会解体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有一致的利益嘛。你可以去看嘛，欧盟亲美的国家大概有1/3。那比如说波罗的海啦、北欧啦，那荷兰、比利时西欧，那也有亲俄罗斯的就是那个匈牙利一些国家那每次他就是在市场上搞不过中国，比如说电动车，他就说你倾销。或者产能过剩都是这样嘛。可是这样你解决不了问题终究还是要你自己能够竞争因为实际上这里面受伤最重的就是德国了。德国当然就对中国就很抱怨嘛，就是这样。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遭遇了那伦敦这件事300万是太夸张了啦。对，到底多少人？我看到的数字是110万，110万，人也非常多啦。我觉得真的是经济不好，那也是有非法移民的问题，造成治安败坏。所以等于是右翼大连线，因为现在是工党执政嘛。然后那个工党政府看起来是没什么能力了事实上，这个 Charlie Kirk 这个暗杀案会引起美国跟西方国家很多右翼联盟开始蠢蠢欲动这个几乎不可避免，尤其是经济变坏，那他们都会归咎于就是移民过多，工作就移民过多嘛，而且还有非法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问题当然也是啦，比如说法国也一样那至于丹麦为什么去买欧洲的武器不买美国的你如果最近看卡达，你敢买吗？卡达发现，整个阿拉伯地区63个雷达系统，竟然没有人看得到，恐怕是被关了吧？因为它可以从源头。美国对你买了他的武器，你可能就要受制于他。阿拉伯国家几乎都是买美国的雷达所以他们真的都没有。结果他们都没看到对，以色列来轰炸的时候，他们都没看到。不然 F-15你怎么会飞得进卡达呢？对啊，这太离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对，那距离很远你说你看到卡达这种事情，谁还会相信美国啊？所以这一次的标案没有拿下来，恐怕也是投下一个不信任票。我们进一下广告。请教邱毅委员。基本上现在川普在各国的眼中就是一个喂不饱的白眼狼，可是他的西洋镜已经逐渐被揭穿了。刚才阿亮讲的对，当时石破茂要他的鸟取县的小铜乡斥责亮正，
去美国华府做谈判的时候，当时答应的5500亿美元对美国的投资，其实就是4个字：缓兵之计。也就是说，认为你川普撑不了多久啊，你就会改弦易辙嘛。那我先答应你啊，我换取我的对等关税能够调降，让我的日本仍然维持，尤其汽车产业的出口竞争力，这才是重点。可是现在石破茂已经辞职了，那重点就在于说，接他首相位置的人是不是能够走跟他一样的路线？那现在的话，以目前的民调状况，胜算最高的人是高市早苗。高市早苗背后最大的支持者是麻生太郎所领导的麻生派。那排名第2的就是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他是菅义伟前首相菅义伟支持的。排第3的是现在的官房长官林芳正，他主要掌控的叫宏池会。宏池会以前的头就是岸田文雄，所以他们2个人其实已经协调好了，第1轮的投票没有人会过半，所以一定是高市早苗第1，小泉进次郎第2，林芳正第3，所以一定会进入第2轮的投票，取前2名。而这个时候，高市早苗的支持的票以外的就会开始进行整合，也就是林芳正的宏池会的选票就会转移给小泉进次郎，所以就会重演去年的石破茂最后第2轮打败高市早苗的这个负责就会重新出现。那如果是小泉进次郎担任自民党的总裁、日本的首相，他的路线跟石破茂会比较接近，但是如果是高市早苗上来的，高市早苗是比较激烈的，他会走回安倍时候的路线，就是走完全的亲美反华的一个这样的路线，所以2个是有差别的，所以日本的整个对美国的态度还尚待观察。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丹麦买了欧洲的防空系统，他拒绝了美国，什么原因？请教。我认为丹麦这个不去买美国爱国者3型的防空飞弹，还有反弹系统，然后转向买欧洲的 SAM-1的这个我们讲到的欧洲共同发展的系统。我相信有2个原因。第一个，丹麦他就想说，对这个军购指数不要对美国那么多。当丹麦对美国的军购指数越高的时候会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强。对美国越来越强的话，美国对丹麦的政治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这样的话，那格陵兰还保得住吗？因为川普一直想把格陵兰变成美国第51州嘛，所以对美国的依赖越小越棒，尤其从军购这一方面来着手。这样子，美国对丹麦的政治影响力就会缩小。这是第一个原因。第2个原因呢，我们知道你这一次包含的这个以色列去打这个杜哈，就是卡达，对，卡达首都杜哈，结果这个雷达都失效换句话说，大家买美国的装备是你是买拥有权，但是使用的控制权在美国手上。你花那么多钱就买的是拥有权，但是没有使用权，变成这个状况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全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清德2026的大地雷会是什么呢？会是他吗？柯文哲今天他的延押庭要重裁嘛，那到底会不会被关回去，是大家注意的焦点。到现在下午的4点，下午的5点钟，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法官的裁定，我们会持续锁定。不过我们看到主任检察官林俊彦他怎么说？他说柯文哲交保之后呢，我们没有马上抗告呢，所以你们民众党说把他关到死这件事情不成立。可是柯文哲他的政治性语言混淆视听带风向要澄清，而且你陈志涵跑去接触柯，
你是故意调缸的吗？哦，所以你看到呢，包括检方现在跟民众党有一点在大斗法。可是我们来看看一般民众的看法好了，到底柯文哲是冤狱，还是他罪有应得，应该要被长期羁押吗？我们来看看哦，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他长期在做这件事情。你看到三次的民调哈，2024年9月到今年1月啊，到现在9月哦，认为赖清德政府的政治迫害哦，柯文哲哦，现在不同意的有44%。觉得同意的有41.5%，41.7%，哦，其实蛮分裂的，大概一半一半。可是重点来了，大家看看这个长期的趋势图，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到现在9月哦，认为不同意哦，就是觉得他不是冤狱啊，他一定有做什么啊，这个数字是往下的呢。好，认为这是冤狱，一起 Q on one on 哎，是政治迫害哎，一直往上升呢。哦，所以现在有点一半一半哦。我们来看以人口数推估哦，大概有310万人转变了态度，原来认为哦，这个就是他可能真的有做什么。现在哦，310万人认为他是被冤枉的，所以这个可能赖清德会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哦。另外，我们看到哦，这个柯志恩是不是也得分了？是不是也是赖清德的地雷呢？哦，包括现在他被当地在高雄的议员说啊，你柯志恩去会勘的时候，边啊就是那地主啊，伊就是自导自演呐。可是哦，柯志恩当然也讲了，他说我哪知道石立军是谁呀？我也不知道他的背景啊，我只知道他是当地议员的助理，也不是我的助理，他其实是当地一个无党籍议员的特助。那你看林岱樺有跟他一起合照，所以林岱樺也知道石立军的背景吗？你这样随便栽赃人对吗？好，我们再来看看，当然柯志恩说他要去提告啦，提告那些当地议员栽赃他的议员哦。那我们再来看看所谓朱信强他是谁？他就是石立军这个人的老板嘛，哦，当地的一个无党籍的市议员。无党籍朱信强，他过去真的是比较青蓝，你看到他跟这个韩国瑜同框嘛，可是2022年已经改挺陈其迈了哦，所以当地有一些议员无党籍的，其实蓝绿哦，讲直白一点，蓝绿通吃哦，两边都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现任的高雄市议会的副议长曾俊杰，也是2022年退出国民党，投靠民进党，所以当地的生态是这样。可能邱毅委员到时候还可以跟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赖清德总统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民间疾苦，或者是会听民默哦？有一些人有冤屈，有一些人要陈情，包括这位妈妈哦。我们看到，因为她为了她17年前在军中中弹身亡的空军中士蔡学良的妈妈哦，尤瑞敏，她不断的澄清，17年来不屈不挠。那最近呢，赖总统不是全国走透透吗？他在彰化，那蔡妈妈也来了，可是一样请导播让我们看这个画面。一样被警方给隔开他只好大声的呐喊：“总统慈悲，我要见总统！总统慈悲，我要陈情。”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被隔开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今年3月份，其实蔡妈妈也一样那时候在台东嘛蔡总统出席一项活动，这个蔡妈妈又去陈情当时一度她被架开、被压制，后来总统府就是某种程度也是安排他跟这个蔡妈妈来见个面听取他的陈情内容。黄伟汉这个政治评论员当时还发文说，这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聆听帮这个蔡总统拍拍手帮赖总统拍拍手。可是你看到现在还是一样，赖总统真的有在聆听吗？真的有这个体恤这些有冤屈的人的心意吗？因为5月份的时候，顾立雄我们的这个国防部长有出席蔡学良的追思会。今年6月份这个蔡妈妈指控国防部吃案，主责官员告知不用再调查了所以国防部删除顾立雄出席追思会的新闻直接删除那所以我们看到蔡妈妈，也就是尤瑞敏，今天才会再度出来澄清。表面上在新闻媒体前告诉你说我会再继续调查，可是私底下把这个新闻删除，说不会再调查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国民党主席改选的民调出炉了，郑丽文暂时领先，郝龙斌是第2名。先来看看因为大家知道赵少康跟郝龙斌这2个人只会有1个人出来嘛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一次的调查，如果是郑丽文、郝龙斌、罗志强、张亚中比的话郑丽文是22.2%。
郝龙斌拿到20.5%，两个人只差距2%。哦，再接下来第3名是罗志强18.7%，张亚中是拿到5.3%。如果是赵少康出来，哦，他可以拿到29.9%，哦，郑丽文19.4%，差距就拉开了哦。赵少康是一路领先，领先幅度有10%。那另外罗志强拿到13.9%。张亚中一样只拿到5.3%哦，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最新的讯息，由艾普罗行销市场研究公司做的民调哦，这是针对党员做的一份民调。那现在蓝营的主席开放领表了，傅昆萁今天上广播，他说台面上啊这些人嘉义郎哈都不是很完美啊，最完美的到底是谁呢？先请教亮哥。我这个。北检啊，他提出了理由啦，那高院也都接受了嘛啊，这高院实在是一点自主性都没有。那他说不能够接触陈志汉，还有那个陈佑成嘛啊，可是他们2个人都是政治先进案啊，我觉得这一点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啊，因为这个今天地院他只要做明确的区分就好了，说哪些人你不能碰啊，可是。据我了解，柯震营啊，他说如果按照北检的那个名单啊，大概有200个不能碰啊，那相当于民众党的主要的干部他都不能碰啊，那这个合理吗？陈佩琪也是证人啊，我就说这个合理吗？而且他要接下来就要一审出庭，要打官司，他总要跟人家讨论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合理吗？这个北检是不是过头了啦？啊？那北检还有另外一个是说，证人的交叉质询还没进行完毕，那你不觉得他是有点怠惰吗？已经1年了，我认为主要的证人啊，不管是侦讯啊，还包括交叉，大概都进行完了，可是他就始终用橘子当理由嘛，还有说有一些证人还没约谈交叉质询等等啊。坦白讲，连这个理由高院都接受，我就觉得高院。实在令人失望啊！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要宣判啊？如果是这种理由哈，我认为柯文哲被放的几率应该是高一点点啊。就是台北地院，你只要坚定你的立场就可以了啊。因为我觉得已经1年了，这个跟3月不一样啊，已经增加了6个月的侦讯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比较有话可说啦。那游宜农这个民调哈，游宜农这个民调，因为他是直接问啊，说是不是赖清德的政治迫害，这样问会有一个结果啦，就是支持赖清德的人可能就不愿意这样说，他可能会觉得，因为他有另外做一题是，你觉得北检是不是不妥？50几%，54%，对不对啊？那他之前还问过另外一题嘛，说这个是不是冤狱，对不对？那冤狱我记得是42比40，对啊，如果是冤狱，那就表示这个是一个不是司法案件嘛，有其他的问题嘛，就是有证据的，就有人搞他嘛，可是你如果把赖清德扯进来，当然有的人就要帮赖清德嘛，就赖清德支持者会不对，所以这个当然就会稍微低一点，可是坦白说哈，即便是低一点，也是很严重对呀。就人家认为是赖清德的政治迫害，有41.7%的呢。是啊，是很严重，很多呢，很严重啊。对啊，因为这个绝对不是只有民众党嘛，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案子啊，我是觉得最好的状况还是尽快在今年年内举行1审啊，让柯文哲去做答辩的攻防嘛，那就看1审之后交保啊。这个应该是最圆满的一个状况啊。那柯志恩这个案子我觉得，亮哥，你觉得这算不算是赖清德的地雷啊？柯文哲案是他的地雷，2026地雷。不然我讲白了啦，因为这个东西啊，如果你都还是查不到金流的证据，只凭小审1500，就要断定他收贿啊，这个我看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吧，然后还有图利罪，问了相关的公务员还有都审委员。大家都认为合法，那怎么会有图利呢？而且最离奇的是，没有一个人拿到钱，彭先生也没拿到钱，都审委员也没有拿到钱，
到底。如果真的是严重的图利案，怎么可能都没有人拿到钱？对不对？好，邱毅委员，在法律上啊，如果没有积极的、直接的、有效的证据，那就是法律上是无罪的。检察官基本上啊，非常非常的狡猾。以今天的林俊彦主任检察官，现在多了2个字叫主任，是升官了、立功了啊。他提到的陈志涵跟柯文哲，他根本不是同案嘛。柯文哲为什么被收押？是因为金华城案涉及到图利跟贪污受贿，所以才有收押的啊。可是陈志涵是什么案？陈志涵是政治现金案，就是木可案，或者再多一个公益侵占这样的案子没有收押的啦，因为他的本来的主刑就很低嘛，所以2个人根本是不同案嘛，不同案的被告跟证人也一样不能接触吗？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吗？有正面表列吗？都没有啊！何况他们那一天2个人一起进了这个箱型车里面，箱型车坐7个人啊！检察官你躲在椅子底下偷听啊，偷窥啊！你怎么会知道2个人在往新竹的途中有交谈、有接触？你哪只眼睛看到了？你能够举证吗？中华民国的检察官什么时候堕落到如此不堪之地步啊？没有证据，嘴巴就可以乱讲啊！所以将来要做司法改革，你一定要把检察官的羁押权一定要把它限缩，否则他不只是押人取供，现在是押人逼供。所以在台湾的人民眼睛雪亮啊，看得很清楚啊。你检察官每次就拿了那一本894页的起诉书来唬人说证据都在这894页的起诉书里面。说实话吧，真的有看这个起诉书内容的人都知道，那就是一个幻想的科幻小说嘛。好，我接着谈高雄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次柯志恩在高雄当选的可能性非常的高。那如果高雄变天了，那对赖清德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噩耗啊，他可能就党主席就没了。他甚至2028年要连任的资格，可能在民进党内都会有强力的人挑战。而为什么这一次柯志恩在高雄会有这样的成果的收获？当然，外面的形势对民进党很不利，再加上民进党现在台面上的4个人互相的咬来咬去，更重要的是柯志恩很勤快，而且蹲点蹲久了。南部人我跟阿亮都是高雄人，我们南部人比较保守，不会马上就向民意代表陈情，我们会观察一段时间，觉得你是可信赖的，我们才会跟你讲，而且不会一次讲完全，就一次讲一点，然后看看你的反应，再接着讲另外一点。所以柯志恩因为蹲点久了，也受到信赖。加上现在民进党弊案一个一个冒出来，让很多人看到了民进党贪污舞弊不满的人，这时候愿意出来向柯志恩陈情，所以向柯志恩爆料。好，那柯志恩去探勘这些所谓的天坑啦、大峡谷的时候，谁要跟着他？当地的议员一定会跟着朱信强是当地无党籍的议员他当然要跟着走他没时间来，他的特助石立军说要跟着来，难道你柯志恩会知道石立军是什么背景吗？是里长带的啦。对呀，就如同石立军，他也会跟林黛华来合照一样的道理嘛。你会因为一张合照同框就觉得他们2个人是勾结的吗？这是非常荒唐的。而且我再提醒一件事，连超私案那个秦宇桥跟吴于飞母女的后面，为什么可以
这么轻易的就拿到这么大的巴西蛋进口的标案，而且还是专案特许进口，就是因为后面有人撑腰嘛。这个撑腰的也是谁？我提醒一下，柯志恩可以追，因为后面撑腰的人追出来，你这一次高雄市长的胜算又会大大的提高了。哦，这也是一个伏笔呢。来，将军。对，那个按照民调显示有310万了，倒戈这个认为赖清德政治迫害，那有310万，这相当多的人。那我们为什么这样？我认为这个有2个症结。第一个，他们办这个柯 P 没有直接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拿间接证据说服不了人，所以应该把直接证据拿出来，能够说服人，能够一枪毙命的，要这个样拿不出来。第二件的问题的症结就是这个办蓝不办绿。当然，柯 P 他是民众党。今天他办这个蓝也好，办白也好，但为什么不办绿呢？罢免案的联署，绿的每一个案子都有死亡联署，都有伪造文书，为什么不办？那么多，不管是726也好，823也好，都有死亡联署为什么不办？这当然大罢免已经大失败落幕了，但是大家会认为赖清德都乱搞嘛？你这个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把绿的死亡联署、绿的伪造文书把它抓起来呢？为什么抓蓝的呢？所以很清楚呢。我认为这310万倒戈认为赖清德是政治迫害，我认为还会再增加。可以，这个值得观察。第二，我们来看那个蔡学良案子。这个蔡学良他的妈妈尤瑞敏这10几年来不断的在奔波，对，去为他的这个蔡学良他儿子对来这边平反。我认为这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嘛。因为今天这个尤瑞敏他提出的这相关的证据都是对他来讲有利。国防部呢也认为他对他来讲有利。好，既然2个都认为有利，都有有利的证据，那成立一个比较超然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来吧。你国防部的资料拿过来，这个超然的，你把尤瑞敏把那个蔡学良的案子也拿出来，大家来一案一案来讨论，一项一项证据。他有拿猪皮在做实验，在这个枪击的时候打进去，因为我们知道枪打进去的它的口是很小，然后出来的洞是会比较大的，因为后面它会。枪有膛线会旋转，另外一个火药，你如果远距离射的时候没有火药，火药在枪这边嘛，但近距离射的时候，你的火药会刚好在这个上面。大家来做实验，大家来这边来做印证，把所有的相关的证据，每个都有有利证据，每个人都会讲有利证据的，是，那把它拿出来嘛，叫走专业的路线、客观的路线、超然的路线来嘛，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尤瑞敏。他这一方为他的儿子来申冤，也可以有水落石出嘛，不然你案子一沉在那边，对，就成立一个我们讲到的这种超然的调查委员会，我认为不难，这个是很简单的，就让他这样出来，你这样双方把所有的证据通通呈堂出来，大家来一起来共商，看看找到一个最客观、最专业也最科学的答案，这样就说服他们就没事了嘛。